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由 Hot Toys 公司新鲜出炉、刚刚出货的这一款，官方名字我记得没错的话叫金刚狼4，是吧？应该没错吧？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名字非常拗口啊，我反正就叫它死侍狼，或者是金刚死侍都可以。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首先呢，因为之前的官图还有其他玩家的一些把玩的一些图啊，让我感觉到这个素体或者是这一身战衣来说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之前把金刚狼的给改了？所以很多玩家把这两个手臂直接拆了以后呢，是可以把金刚狼的那个包胶手可以直接装上去，可以完美的替换。整体的这个造型肌肉线条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很扎实，很厚，很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涂装也没有任何问题。素体的话呢，都是有包胶的一些材料在里面的。大腿我能清晰的摸得出来，裆部也有，腹部好像没有，胸部好像也没有，胳膊当然纯素体了。整体的版型跟重量我觉得非常可以。然后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一颗面罩头，虽然它没有搭配这个裸头啊，但是这颗头雕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再这么说，它也是限量发售吧，但是 HT 的限量呢，我也不过多评价了。整体的这个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外加它的两边都会有一些污渍涂装。众所周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污渍涂装的，而不喜欢那种光板很干净的战衣。但可惜，除了这两边以外啊，整个的头这里的话还是偏干净的，后脑勺也是，只是稍微有一丢丢的一个污渍涂装，不多。脖头是分离的，这颗头我感觉整体拔掉的话，是不是可以去装其他的头雕啊？然后再往下来看一下整个的战衣的上半身，可以看到背部的这个肌肉线条，哇，非常大颗。整体的这个线条包括腰部很舒服，正面、肩膀这两块是单独磁吸的，还是很方便的。就是这个吸附力度啊，不是特别的结实，很容易吸到这个胳膊肘这里。看到吧？应该是在这边。出膛的时候反正就在这边，或者反正都可以吧。整体的这个包胶布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实的，没有非常的薄，但是折痕是肯定有的。然后时间长了，这个老规矩，爆皮依然会是有。来看一下腰带的一个处理，还不错，腰包依然是无法打开的，整个腰带固定死，没办法去调。再看一下屁股，有点平啊，我印象当中好像应该挺翘的，这太平了，有一点点小包胶在上面。大腿这里两个快拔枪套，膝盖这里是个魔术贴，然后会有一些些的污渍涂装。脚斜面非常干净。整个战衣的话基本上都是偏干净的，没有什么污渍涂装，稍微会有一点点像泥渍啊这种，其他是基本上没有的。手型跟整个战衣色差还是有的，它的手型非常亮，但是到了战衣身上呢，有一点磨砂质感了，就完全不一样。好，镜头拉远，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常规可动。首先头部可动，360度没有任何问题。把玩的时候当心这两个千万不要扎到手，非常的薄，而且很锋利。动的时候当心不要去弄到它。抬头、低头、左右侧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臂在卸掉这两个肩胛以后，抬举的幅度还算可以，非常高啊，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关节会有点外露。手臂360度当然是没有任何毛病了啊，但是呢，
会有一些些的局限性，因为这件衣服还是比较紧的。反正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是完全没问题的，手臂往后也是没毛病，手臂有往上抬也有往下拉的一个关节可动，前倾一点点不多，因为有衣服的干涉。手肘部分来看一下，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可以的。出场的时候两个造型手，但是折痕会比较明显，大臂有旋转的空间，幅度不大。好，然后来看一下胸腰可动，螃蟹手我觉得几乎是没有啊，稍微调节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胸腰可动来看一下，2档、3档内的幅度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非常不错了。对于这种紧身胶衣来说的话，往后仰也有没问题。因为战衣是一体的，所以左右旋转的时候啊，幅度会比较小不大。侧腰几乎是没有，太紧了。腿部劈叉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前踢来看一下，到这样，后踢几乎没有。屈膝来看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关节都非常紧，脚的关节也是啊，左右。因为这个鞋子跟这个上面的靴面啊，它是一个连体的，但是因为这边比较薄，所以不影响它的可动，左右旋转都是有的，前后都有，没有问题。但是唯一的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你去转动这些脚踝的时候呢，折痕会非常明显，而且这个皮啊本来就材质不是特别好，长时间这样弄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开裂，所以还是摆一些小幅度的造型就可以了。大腿依然也有旋转的空间。OK， 主体的整体造型就是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这一套可玩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主体，因为你可以去搭配其他的东西去，如果你手上有的话，可以去拆一下 DIY 一下。而且这个素体整体的造型看上去很舒服，版型还是非常舒服的。好了，主体方面我们就快速的过了一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跟配件都有一些什么好玩的。OK， 兄弟们，咱们外包装也来看一下这次的金刚狼式啊，我称之它就叫金刚死士吧，好吧。整体的外包装依然是《死侍与金刚狼》这部电影当中的风格啊，前面 HT 出的几款都是一模一样。正面就是咱们的一个主体的样子，背部厂家抽拉式的一个外包装，话不多说，直接抽开。来，咱们来看一下背部。背部的话啊，死侍的金刚狼，然后又是一个半身像动作的一个 pose 造型。正面开窗，可替换的一个眼睛，主体武器配件啊，还有这个应该是特效镜的。咱们来开一下，哎，一共2层吧，算。这里有武器，下方说明书，还挺沉，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轻啊。好了，外包装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或者是特别之处。好了，兄弟们，外包装看完了以后，配件当然先从说明书开始。迅速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先是一个眼睛的替换，这次竟然不是给的磁吸啊，是一个卡扣的，不知道换起来方不方便，因为它这两端非常的薄。好，然后是肩膀的一个磁吸的一个位置，手臂可动，腿部可动，背部手型对应的一个武器安装，然后这上面一个特效键可以去替换啊。金刚狼的这个爪子特效键，这是一大亮点。最后武器的一个安装，整体造型，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把玩的时候要当心。OK， 说明书看完了，看一下配件。首先经典时尚小臂台，不用多看了，配一个脱裆支架。接下来手型，首先一对握持手。上面也有这个细节，但是这2个是好像没有办法去替换啊，也可以去替换。这上面都是可以去打开的，去换那个金刚狼的这个爪子。
二，火持枪械的手型一对，钢爪一对，开模依然非常尖锐，塑料的，把玩的时候当心别刮了啊，刮一下肯定破了。然后看一下给的这个眼睛，首先这一对，我们来尝试替换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弄。这个说实话真的很容易断啊，先把头给拔下来，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好，拔下来头了以后呢，一开始我以为这边可以顶一下，把内部顶一下会比较好安装，但是不是的，它是去给它抠下来。抠下来的时候尽量不要这样去掰，往前推，记住往前推，推一下就可以推下来了，千万不要掰这东西非常薄，掰就破。然后前面这一缕也是非常尖锐的，你在往前推的时候尽量不要手肘这样，手肘这样的话很容易一用力扎上去皮就破了，尽量这样去给它抠出来，要非常当心。然后这里一样往前顶，好，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呢替换一下来看一下感觉，一个个来看首先这一对安装起来还去，我们就看这一半吧。另外一对我们放在这，反正可以自由搭配，还挺有意思，就只是替换起来比较费劲我觉得还是早期的这个磁吸比较方便一点，现在这个太紧了，很容易断，然后呢开模又非常尖锐。好，接下来武器配件，首先反复利用这一把我估计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只是可能会稍微污渍涂上稍微改一改，模具反正都一样，这次不容易掉了。看一下两把底部都有涂装，合模线不是特别明显，还算可以，就是开模依然是非常尖锐，然后比较薄，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折断了，而且安插进去的时候位置不要装反了。磁吸在背部，然后祖传的两把沙漠黑银，我叫它沙漠黑银，可动依然是这样，弹夹也可以拔出来，这挤得还挺粗底部有死士的 logo， 还不错，塑料件。好，最后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配件，就是这两个特效件。哇，这两个特效件虽然说是塑料片但是还是挺帅的，因为它大。但是兄弟们一定要当心，一定这边的开模，我的天哪，这个尖锐程度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再把玩一把真刀，就是已经开刃了，你只要不小心扎一下，你就算这样巨疼。这我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这个非常薄，玩的时候要当心。厂家出来的时候呢，会有垫这个海绵，就可以慢慢的给它划出来，而且比较重。安装的时候也得当心它所有你可以看到的这些角全都很锋利，没有做这个打磨处理。当然，如果你做了这个倒角的打磨的话呢，它看上去就不好看，所以只能这个样子。整体造型还是非常帅的，拍照或者是放在柜子里面还是可以的。就是玩的时候切记，这是我把玩到现在拍了这么多期视频里面，这是最危险的一个配件，没有之一。放心的，好吧。好了，非常快速的，咱们把本次的这个金刚狼式给全部看完了，把头条装上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前几天的价格好像在2000左右，现在我不知道价格是多少。我觉得如果高于2K 以上的话，是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这东西虽然说是限量，但是也不是非必需产品吧。如果你有金刚狼的话，这个可以。如果你是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一次的这个电影当中所有角色全部收集起来的话，这一款也是不可或缺的。
放在柜子里面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造型质感算达标，可以，好吧 ？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的分享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